5月9日是俄罗斯的胜利日。按照传统，俄罗斯将在当天举行卫国战争胜利阅兵式。俄军8架米格29歼击机将首次以字母 Z 列队飞越红场上空，以支持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参与者。Z 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符号之一。参加行动的部分俄武装力量分队将这一符号涂在军事技术装备上，以便目视识别敌我。评论员吴健分析，从此次莫斯科红场阅兵式安排来看，可以看到许多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影子。在乌克兰前线表现突出的坦克装备都悉数登场。这次阅兵的相关的单位，主要是参加过对乌第一阶段作战的，比如说近卫坦克第一集团军、第二集团军等等。同时呢，在强调当年的苏联意识，要向国内的民众来传达对乌作战中去纳粹化有一个现实的利益考虑。克里姆林宫表示，今年将不会邀请外国领袖参加胜利日阅兵大典。不过，胜利日阅兵式仍以较为低调的方式如期举行，展现了俄方对取得胜利的决心。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结束这场冲突，它只有一个节点，那就是乌克兰的中立化、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那么这个节点是不由现在人为确定的时间所决定的，因此5·9阅兵首先是强调俄方在维护国家安全，包括历史意识和意识形态意识这些方面的能力和意志，同时呢，也要告诉外界，那就是俄方有强大而足够的战争资源，把这场为了自身安全所追求的一种作战进行到底。而在另一战场，俄罗斯与欧洲的博弈同样激烈。据《纽约时报》当地时间4月29日报道，欧盟针对俄罗斯石油的禁运决定将会在几个月内分阶段实施，预计将于本周得到各成员国驻欧盟机构代表的批准。而一旦对俄石油禁运令如期生效，将成为自俄乌冲突以来欧盟第6轮制裁中最大最重要的新举措。几天前，俄罗斯实施的断气举措加速了这一进程。4月27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发表声明称，保加利亚天然气公司和波兰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因为以卢布支付的4月份天然气供应款项，公司暂停供应天然气。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国家法令，规定自4月1日起，不友好国家和地区购买俄罗斯天然气必须用卢布结算后，俄方首次采取实际行动对欧洲客户断气。目前，波兰每年约50%天然气进口来自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保加利亚有90%以上的天然气需求依靠俄罗斯天然气公司进口。Спирането на газа от Газпром е грубо нарушение на техния договор и е шантаж za използване na извъндоговорен план za плащане w rubli. Od pierwszego dnia wojny komunikujemy, że jesteśmy gotowi na pełną niezależność od rosyjskich surowców. 不过，承诺要与俄能源脱钩，谴责俄罗斯调门最响的波兰，转头就从德国继续进口俄罗斯天然气。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发言人科普里亚诺夫表示，他们利用亚马尔欧洲输气管从德国反向把天然气输送回波兰，每天反向输送约3000万立方公尺，这个量与波兰先前与我们签订的订购量几乎完全相同。亚马尔欧洲天然气管道全长4000多公里，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亚马尔半岛气田经白俄罗斯与波兰通向德国，其终点位于德波边境勃兰登堡州的马尔诺。除亚尔马欧洲天然气管道外，还有一些较小的天然气管道也正从德国向波兰输送。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就曾称，如果波兰和保加利亚未经许可从过境管道抽取，俄方将减少面向第三国的过境量。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席教授丁一凡表示，短期内预计俄罗斯还会继续允许波兰通过其他方式购买俄罗斯天然气。他分析，普京签发天然气以卢布结算的国家法令之后，一度暴跌的卢布汇率迅速回升，其中少不了欧盟国家的功劳。俄方此次对这2国断供天然气，其实是在向外界展示欧盟的俄罗斯的制裁令有多虚伪。卢布现在跟这个美元的汇率已经恢复到这个危机之前的水平了，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已经解决了。俄罗斯并不是因此而这么在意是拿欧元还是拿卢布来结算，就是让你明白
在制裁之下，欧洲各国开始想方设法绕过制裁，继续与俄罗斯交易。美媒4月27日报道称，已有4国以卢布方式完成了对俄天然气结算工作，并已有10国在俄天然气工业银行开设卢布账户。4月中旬，欧盟委员会给各方找台阶下，称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开设账户的欧洲买家，如果在该账户存入欧元，并在银行系统将欧元兑换成卢布之前确认完成付款，那么就不会违反制裁。匈牙利已和俄罗斯天然气公司达成解套协议，即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开一个欧元计价账户，由银行方面自行将账内的付款兑换成卢布。奥地利石油天然气集团据传也准备在瑞士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开设卢布账户。有业内人士分析，俄罗斯在下一次付款到期日5月下旬之前，不太可能有进一步的断供操作。当前，所有目光都集中在德国和意大利身上，这2个国家都严重依赖俄罗斯的能源。4月28日，德国莱茵邮报援引德国电力巨头 Uniper 公司发言人的话报道称，该公司正计划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开设账户。我们的计划是以欧元向俄罗斯的一个账户完成我们的付款。不过，这种方法是否行得通，要看俄罗斯方面的心情。4月27日，美媒援引知情者消息称，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拒绝了德国和奥地利通过交易公司 GMT 支付部分4月和5月交付天然气的供货款项。尽管 GMT 寻求用俄方要求的卢布银行账户付款， GMT 此前隶属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德国子公司。4月初，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宣布，德国政府将托管该子公司，并称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继续维护德国的天然气供应安全，并且确保该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业务管理符合德国和欧洲的利益。有分析认为，这是德国与俄罗斯关系摩擦的新迹象。实际就是说，德国人必须跟欧洲一起制裁俄罗斯，但是呢，德国又不想因为制裁这个事儿，伤害到自己，因为天然气不光是取暖啊、做饭啊，不光是这些家用的这个东西，天然气是工业里面很大的原材料，尤其是奥地利和德国，他们有很强大的化工企业，而化工企业基本上是从这个石油、天然气里面提取各种各样的材料的。自俄乌危机以来，国际能源市场震荡，石油、天然气价格上涨。丁一凡分析，事实上，欧盟国家现在处于一个极其荒诞的状态。一方面，欧洲各国为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欧洲又花了更多的钱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支持了俄罗斯。只要俄乌冲突不结束，欧洲就要继续保持这种两头输血的情况。但是在选择其他能源方案上，欧洲各国的处境大相径庭。例如，法国一直大力发展核能，已经使核电成为其电力工业的核心，甚至还可以向周边国家供电。但比利时、英国、德国的核电可用性正在下降，因为核电站因老化、退役或淘汰而面临停电，而其他发电的方式尚不能够替代核能与天然气。此外，德国联合政府中，执政党之一绿党坚持反对发展核能，因为在未来几年，德国不可能通过核能发电来找到天然气的替代方案。有分析预计，如果德国没有获得足够的天然气，占德国天然气消费量1/4的该国工业将首先受到打击。欧盟还可以选择从其他国家进口天然气。今年3月，欧盟与美国达成了大额天然气协议。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美国购买至少150亿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以替代自俄罗斯进口的能源。这意味着美国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将增加2/3。不过，这对欧盟来说仅是杯水车薪。2021年，欧盟从俄罗斯进口了15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此外，欧盟若未来在能源上过度依赖美国，无论从经济还是战略的角度都存在风险。总体来讲，他们算过一笔账，就是如果拿美国的液化天然气来替代俄罗斯，那么它的成本会贵好几倍。美国和欧洲将来在这个所谓再工业化过程中间是处于一种竞争地位的。然后你把自己跟美国的竞争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完全依赖于美国的这种情况，因为能源将来你也得依赖美国，安全你也得依赖美国，而美国是不惜牺牲欧洲来重新找回它的竞